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。今天我要来分享香蕉蛋糕的食谱。每逢星期一、四、六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我们先来看看香蕉蛋糕所需要的材料。自发面粉130克，熟香蕉200克，鸡蛋3粒，白糖70克，油50克。首先，我们把自发面粉过筛1次到2次，这样做呢，可以让我们的香蕉蛋糕做出来比较幼滑，比较好吃。也可以把自发面粉里的一些杂质啊什么的，把它过滤掉。自发面粉过筛好后，我们可以把它放一旁。我们现在要来把这个香蕉压成泥。这个做香蕉蛋糕的香蕉，我们要用完全熟透的香蕉，它会比较香，比较甜。如果你们想那个香蕉蛋糕做出来可以吃到香蕉果肉的话，你们就不要把这个香蕉压得太烂。我今天用的这个香蕉还不算很熟，如果你们可以的话，尽量再用熟一点的香蕉，它会更香、更好吃的，然后也会比较甜。香蕉压成泥后，我们又把它放一旁，然后我们拿一点牛油涂在我们要烤香蕉蛋糕的模型里。其实在这个模型里涂上牛油不是要为了什么啦，我们只是要把这个烘焙纸可以粘在这个模型里。我们就把烘焙纸剪成这样的形状，然后把它塞进去，把它铺平。或者你们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把它剪到美美的，你们也可以试试看。好，现在烘焙纸已经美美的铺在这个模型里了，我们又再把这个模型放一旁。我们现在拿一个大盆，然后把这个白糖倒进去，还有把我们的鸡蛋也一起倒进去，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加入自发面粉。我们一边加入就一边搅拌，我们要把它搅拌成5颗粒状的面糊。哎呦，厨师肥肥搅面糊搅得很累了，要坐下来继续的搅拌。现在面糊已经搅拌均匀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已经压成泥的香蕉倒进去，然后继续的搅拌。当我们的面糊和香蕉泥都搅拌均匀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油倒进去，然后我们又继续的搅拌。当所有的材料都搅拌均匀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香蕉面糊倒入已经铺了烘焙纸的模型里。现在我们把这个香蕉蛋糕放入已经预热好的烤箱里，用175度烤45分钟，或者是烤到这个香蕉蛋糕熟透为止。因为每个人的烤箱热度都不一样，再加上
烤香蕉蛋糕的模型厚度、高度也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时间你们要自己拿捏哦。当香蕉蛋糕烤了差不多40分钟左右，我们可以试试看这个香蕉蛋糕熟了没有。如果已经完全熟透了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回去，然后把这个烤箱转至上火，我们继续的烤。我们要把这个香蕉蛋糕的表面烤到上色。在烤它表面上色的时候，大家记得时不时都要开来看哦，要开来检查，不然表面会烧焦的，因为太热了。如果左右上色不平均，我们把它转一转，又再放回去烤一烤。烤到你们觉得 OK 了，这个颜色你们满意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，放凉后切片享用。我今天做的这个香蕉蛋糕是没有用机器打发的，所以它吃起来会比较扎实，不像有一些香蕉蛋糕吃起来是松松软软的，这个是比较扎实的。就看个人喜欢哦，有一些人喜欢松松软软的蛋糕，有一些人喜欢扎实的。如果是松软的香蕉蛋糕，可能我吃整条我都不会饱哦。不过这个就比较扎实，所以这个吃一个2片下去，再配一个咖啡，哇，就饱了哦。哎呦，说到了配上一杯咖啡，我又肚子饿了。先别说那么多，我们先来看看温馨提示小课室。我们尽量要用完全熟透的香蕉来做香蕉蛋糕，这样香蕉蛋糕做出来才会够香够甜。每个人用的香蕉熟度和甜度都不一样，所以糖的分量你们可以自行调整。如果不要用白糖，你们也可以用其他的糖来取代，比如说黄糖或者椰糖都可以。每个人烤箱的热度和大小都不一样，用的模型高度和厚度也不一样，所以在烘焙时温度和时间你们要自己拿捏哦。完成喽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香蕉蛋糕。你们看，这个香蕉蛋糕是没有打发的，所以它拿起来是比较扎实的，不是那种松松软软的香蕉蛋糕。这一个香蕉蛋糕你吃2片下去就应该饱饱了哦。大家记得一定要用完全熟透的香蕉来做香蕉蛋糕，这样香蕉蛋糕做出来才会更香、更甜、更好吃。因为不同的香蕉有不同的甜度，所以糖的分量你们要自己拿捏哦。哎呦，说了那么多，我都忘了要冲一杯咖啡来配我的香蕉蛋糕。来，再来分享一下我的最爱 Meet You 4-in-1 黑白咖啡。这个牌子的咖啡真的很好喝，够浓够香，然后不会太甜。如果大家有遇到这个咖啡，记得买1包来试试看哦，真的很好喝，不会骗你们的。咖啡都冲好了，当然要来一口香蕉蛋糕咯。这个香蕉蛋糕吃起来甜度还好啦，不会很甜。不过就要看你们用的香蕉甜不甜咯，然后你们再调整那个糖的分量。它呢就比较扎实的，不是那种松松软软的香蕉蛋糕。如果喜欢吃比较扎实口感的，就适合你们咯。吃了会有满足感，会有饱腹感，再加上一杯咖啡，应该是一个很完美的早餐或者下午茶。好啦，我要继续享用我的咖啡和香蕉蛋糕。今天的香蕉蛋糕成功！
我下一个视频呢，会来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主食，那就是阿萨姆拉萨。大家会喜欢这个阿萨姆拉萨吗？酸酸、甜甜、辣辣的。其实它的煮法并不难啦，它只是要准备的材料有一点多，有一点复杂。如果大家对这个阿萨姆拉萨有兴趣的话，记得留意我下一个视频哦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要帮我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。谢谢大家。